我熬了6个月，帮公司啃下2亿大单，年终奖到账只有5万，而董事长那个连打印机都不会用的废物。一个实习生，年终奖25万，我没吵没闹没质问，默默打开招聘软件，投遍行业巨头，直到公司项目彻底崩盘，董事长拿着续约合同堵我。董事长，您儿子25万年终奖都拿得起，我这小人物高攀不起您的栽培，恕不奉陪了。庄必凡今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公司奖励5万块大红包。对于我拼尽全力拿下的2亿项目，老板只用这一句便轻飘飘带过，仿佛那日夜颠倒的6个月，那无数次濒临崩溃的瞬间都不值一提。我们公司也需要新鲜血液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位年轻人，实习生楚生。楚生，挂着实习生名字的董事长儿子。楚生虽然年轻，但他为公司带来了活力与创新，同时也是这次2亿项目的功臣。公司决定给予楚生25万元的年终奖。活力创新，我只记得他打翻过3次咖啡，弄坏过2台打印机，还有一次因为上班打游戏错过了重要的客户电话。那些烂摊子，最后都是我替他收拾干净。现在他成了被盛赞的功臣，而我真正的功臣却像个局外人。几秒钟前，我还是为公司带来2亿项目的功臣，是同事眼中年会大奖的热门人选。几秒钟后，我成了全公司的笑话。这个项目不是庄必凡拿下的吗？怎么功臣成那个实习生了？你不看那个实习生是谁？董事长的儿子？不是吧？这么晚？楚生，这25万打算怎么花啊？也没什么，准备换辆新车，帕拉梅拉吧，开着玩玩。他口中开着玩玩的帕拉梅拉，是我需要不吃不喝工作好几年才能触及，而我那薄薄的5万块，连他车的一个轮子都买不起。原来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在一个好爹面前都一文不值。你们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这场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我重新翻出简历，上面的项目经历还停留在2年前，是时候该更新了。做完这一切，我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存放着这半年来我为那个2亿项目所做的所有工作记录，从最初的市场调研报告，到中期的技术方案，再到后期的商务谈判纪要。这份报告不仅清晰地展示了我在项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贡献，更重要的是，我还加入了一个新的章节，这是我压箱底的思考，从未向公司里的任何人提起过。现在，它将成为我最有力的武器。第2天，刚到公司就听到楚生的声音：我告诉你们，进咱们公司，能力都是次要的。你看庄必凡，关键得看你爹是谁。只要我爸还在这个位置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说话。接下来的日子，白天准点上班，晚上准时下班。楚生工作上的失误，我依旧默默替他摆平，却把每一次错误都原样留存，锁进了加密文件夹。王海山对我近期的表现得非常满意，特地叫我去办公司喝茶。庄必凡，好好干。上次年终奖的事，我知道你可能有点想法，但公司也有公司的考虑。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一点，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利益。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仿佛给我5万块已经是天大的奖励。谢谢董事长教诲，我明白。他满意地点点头。是啊，我的眼光是很长远，长远到已经能看见这家公司破产的未来。很快我就收到了行业顶尖公司的回复。庄先生您好，我们是阳光集团，看到您的简历，对您非常感兴趣。庄先生，我们是千度科技，请问您最近是否在看新的工作机会？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一封又一封的邮件，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原来我不是一文不值，只是在王海山的公司里，我被当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隔天下午，部门经理突然扔给我一个项目，庄必凡，这个项目你跟一下。我接过文件扫了一眼，这是个典型的烂摊子项目，客户苛刻，预算极低，前3任负责人全都半途撂挑子。如今这块烫手山芋硬生生丢到了我手里，我心里清楚，这是王海山对我的又一次敲打，想让我明白，离开公司平台，我一文不值，我什么都没说。接下了这个项目，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焦头烂额、狼狈出错的笑话。楚生更是在办公室里阴阳怪气，有些人啊，就是劳碌命，专门给别人收拾烂摊子。我没理会他，只是默默开始梳理问题。1周后，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向客户提交了新的方案，对方当场拍板，对我赞不绝口。这件事在公司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就连王海山都在例会上表扬了我2句，是挺不错的。不过庄必凡，不是公司给你这个机会，你也不会有机会知道自己的能力，你得学会感恩。而我只是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庄先生，华鼎集团的面试安排好了，下周3上午10点，地点在华鼎集团，业内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整个办公环境安静有序，这和我现在所在的公司那个充斥着闲言碎语的环境形成了天壤之别。面试官是华鼎集团的技术副总裁严彬，没有多余的寒暄，他开门见山：庄必凡，我看过你的简历，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了你主导的那个2亿项目。说实话，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用那样有限的资源撬动这么
么大的合作的。他的问题直指核心。严总，资源有限，有时候反而能逼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我把我为那个项目所做的一切思考都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最后，我拿出了我准备的那份项目未来可拓展的商业价值分析。严总，我认为这个项目的价值绝不仅仅是那2亿的合同。哦，那是。它真正的潜力在于，它验证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领域，比如……在我阐述完观点后，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庄必凡，你的格局和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现在的职位，薪资待遇、职位你都可以提，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我们合作一定很愉快。2亿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执行期，客户方指定必须由我作为主要负责人进行全程对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只信任庄必凡的专业能力。这句话无疑是打了王海山的脸。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楚生也参与进来，美其名曰学习经验，实则就是想来镀金，分一杯羹。王董事长，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不专业的人员影响项目的进度。王海山不敢得罪这个大客户，只能强压着怒火，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庄必凡，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吧？不知道提携一下新人吗？你别忘了，没有公司的平台，你什么都不是。他把客户的拒绝全都归咎到了我的头上，认为是我的存在才让他儿子丢了面子。我平静地看着他，慢慢说道：董事长，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是对项目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我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好，你给我等着。我知道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但我不在乎。华鼎集团给我发了正式 offer， 职位是高级项目总监，薪资是我现在的3倍，还有丰厚的项目分红和股权激励。我盯着屏幕上的那串数字看了很久，这不只是一笔钱，这是我的价值，是我被践踏的尊严，是我应得的回报。紧接着，另外几家行业巨头的 offer 也发来。庄先生，我们是藤原，诚邀您担任我们的首席架构师。庄先生，这是盘古智能的 offer， 我们……短短几天，我的手机被各类 offer 塞满，这些都是我反击的子弹。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司内部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张新的任命通知，一行字刺目扎眼，关于任命楚生同志为项目部副经理的决定。太离谱了吧！一个实习生3个月不到就当副经理，切，你小声点，人家爹是董事长。这还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干活的人怎么想？干脆都回家拼爹算了。楚生得意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我的工位旁，故意停下。庄必凡，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哦不，我是你的领导了，以后工作上你可要多多配合我。好的，副经理，尽情享受你这短暂的辉煌吧，楚生，因为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不好了，王总，有公司指控我们公司的2亿项目在核心技术环节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要求我们立刻停止项目，并赔偿高达5000万的巨额损失。消息一出，整个公司都炸了锅。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大的专利风险，你们之前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吗？养你们这群人有什么用？技术总监连忙出声解释：董事长，这个专利对方注册的非常隐蔽，我不想听解释，我只要解决方案，现在，立刻，马上！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王海山的儿子，新上任的副经理楚生，此刻也缩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他大概是第一次意识到，他爹董事长的身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片死寂里，王海山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庄必凡，你有什么办法？我没说话，缓缓拿出一叠文件，那是1个多月前我亲手呈给王海山，却被他随手丢在一旁，彻底无视的风险预案。你就是这样当董事长的？王海山开始了他的狡辩，我冷漠地看着他。董事长，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解决方案了吗？技术团队连夜开会，讨论了各种方案，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想绕开专利，时间根本来不及，技术难度也大到做不到。想买专利授权，对方直接趁火打劫，态度硬得很，张口就是天价。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终于顶不住了，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庄必凡啊，之前是我不对，是我太固执了，没有重视你的意见，我向你道歉。现在公司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只有你能救公司了，只要你肯出手解决这次的危机，条件你随便开，升职加薪年终奖都不是问题。解决方案我有。哦，是什么？但是这个方案的核心技术非常复杂，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没问题，多久都行。他以为我这是松口答应了，可他不知道，我口中的需要时间，从来都不是去帮他收拾烂摊子，而是在等一个时机，给他的公司送上最后致命一击。第2天上午，我没提交任何解决方案，而是递上去一封辞职信，他当场就慌了。庄必凡，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走，你走了，项目怎么办？公司怎么办？他这才第一次反应过来，这个被他一直看不起、使劲打压、拿来当工具人的下属，才是公司真正的顶梁柱，能解决问题，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董事长，我已经辞职了。
从现在开始，公司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不批准！你是不是对薪水不满意？我给你加100万，年薪100万，怎么样？他开始疯狂地给我画饼，马上给我准备一份新的续约合同，年薪写100万，不，200万。我看着他的表演，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只是觉得可怜又可笑。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想起来用100万年薪来挽留我，可惜晚了。他让助理以最快的速度打印出了那份所谓诚意满满的续约合同。庄必凡，你看，这是公司最大的诚意，只要你签了字，留下来解决这次的危机，你就是公司的副总裁。过去的事情我们一笔勾销。那份合同我连正眼都没瞧一下，而是把10几份 offer 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桌上，每一份 offer 都来自行业内的顶尖公司，每一份的待遇都将王海山那份所谓的最大诚意衬托得像个可怜的笑话。王海山沉默地看着桌上的文件，说不出话，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谢谢董事长栽培，但恕不奉陪了。他彻底坐不住了，开始打感情牌。庄必凡，你再想想，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我一手把你带出来的，公司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培养？是培养还是压榨？你还记得我帮公司赚了2个亿，您给我的年终奖是多少吗？5万。那您还记得你的宝贝儿子，那个连打印机都不会用的实习生，他的年终奖是多少吗？25万。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他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因为这些都是事实。他开始语无伦次的狡辩。那是公司综合考虑，是为了激励年轻人。我不再给他任何狡辩的机会。这是楚生入职3个月以来所有的工作成果。3月5日，因为上班时间看电影，错过了和客户的重要视频会议。3月20日提交的项目报表，数据错误率高达40%，险些造成公司重大损失。4月2日，我一件一件的念着，每一件都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支撑。那些邮件截图，那些错误文件，那些沟通记录，全是我这3个月忍气吞声，帮他们父子收拾烂摊子时悄悄留下来的实锤。楚生站在旁边，脸色铁青，半个字都不敢反驳。一个只会拼爹干啥不行的废物，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婴。王海山看着儿子当众出丑，又看着周围高管们异样的眼神，他心里清楚，一切都完了。这家他一手创办的公司，今天彻底成了个天大的笑话。庄必凡，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信不信我动用我所有的人脉，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混不下去？这是他惯用的伎俩，也是他最后的武器。可惜对我已经没用了。喂，严总。电话那头立刻传来华鼎集团副总裁的声音：“是我，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快好了，您在楼下咖啡厅再稍等我10分钟。好，不急，我等你。”这通电话成了压垮王海山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筹码可以威胁我了。我不仅找到了更好的下家，而且这个下家是他根本得罪不起的行业巨头。庄必凡，不，庄总，算我求你了，你帮公司，帮我这一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啊，既然董事长这么有诚意，那我就提2个条件。问题我可以解决，但我有要求。第一，我不会和公司续约。这次的解决方案是以我个人名义向贵公司提供技术转让和短期顾问服务，费用按项目总利润的10%计算，一次性结清。2亿项目的利润大约在8000万左右，10%就是800万。王海山当场惊呆了。第二，我要求公司以正式的红头文件形式发布一封公开道歉信，为之前年终奖事件的不公待遇向我庄必凡公开道歉，并且贴在了公司最显眼的那面公告墙上3天。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要他的钱，那第2个条件就是要他的命，让他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任人唯亲，承认自己埋没功臣，这比杀了他还难受。我给你们选择的机会，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只给你们10分钟时间考虑。10分钟后，严总的车会准时在楼下等我。最终，董事会还是妥协了。面对天价违约金和公司信誉彻底崩盘的巨大风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提出的2个条件，他们全盘接受。财务以最快的速度将800万的顾问费打到了我的个人账户上。那张盖着公司公章的公开道歉信也被打印出来，贴在了公司最显眼的那面公道墙上。我站在公道墙前，看着那封信，员工们3三两两的围观着，交头接耳。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个我奋斗了5年的地方。以后海阔天空，前程似锦。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正好，我掏出手机拉黑删除王海山，干脆利落。接着又删掉楚生，这2个让我恶心的人，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一辆豪车缓缓停在我面前。庄先生，欢迎加入华鼎，我很期待我们的合作。车子起步，向着远方驶去，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释然。是同事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图片，是我刚刚拍下的那封道歉信，下面写着：这封信我替你发到公司大群里了，你应得的公道必须让所有人都看见。我看着信息笑了，如释重负。再见了，我曾经的屈辱和不甘。你好，我的全新未来。车子汇入川流不息的车流，奔赴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明天。